有机会。哎呦，效果！比赛当中呢，和身高是一个连续打得非常痛。中国山东硬汉太猛了，干脆利落的3拳2腿 KO 2位世界冠军，不是爆肝 KO 就是爆头 KO。他就是来自山东的曹鲁健，绰号常胜将军，职业战绩90胜6负50次 KO， 不仅胜率超过90%，就连 KO 率也是高达60%。在步入职业拳坛之前，曾蝉联6届山东省散打冠军，拥有超高爆发力和十分丰富的比赛经验。他的对手是来自英国的奥戈勒斯，这家伙凭借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从中脱颖而出。出名之后的奥戈勒斯则是被英方派到中国拳坛打比赛，那是因为近些年来美国搏击被中国搏击打得四处逃窜，美国搏击在中国根本就抬不起来头，所以美国方面就给英国施加压力。英方迫于无奈，派出王牌打手奥戈勒斯来华挑战，试图在中国拳坛帮助美国拳坛找回场子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是如何力挫奥戈勒斯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这个英国选手就像是特派员，并不是受到英国拳坛的派遣，而是被美国拳坛派遣到中国当特务。然而山东硬汉曹鲁健可不是让着他，看似没打出什么有效动作，其实是在虎视眈眈盯着奥戈勒斯一举一动，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倒踢动作和练泰拳的是不一样的。连续的变腿。曹鲁健的身高非常的高，达到了1.88米。这个你看曹鲁健这个力量非常足，对，连续的击斧拳。尽管是第一次来打这个昆仑决，但是他在以前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，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，那时候身高也就1.85米左右的，力量没有这么大。那时候打75，现在改成打80。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。在之前的疯马奥戈勒斯的比赛当中呢，疯马的身高是一个起到作用了，连续打中了，攻击了同一个。这几记爆肝拳简直太帅了，直接把奥戈勒斯打岔气。来华挑战的英国特派员也不怎么样，比赛才刚刚开始10几秒就被读秒了一次。经了强攻，这背部的重击有可能会打岔气，然后是瞬间失去这个抵抗力。看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，连续的打了踢步拳，连续攻击肋部。现在这个成了对方的重新站起来的奥戈勒斯也不好过，直接拿着重拳就砸向奥戈勒斯，连续的重拳打得活蹦乱跳。曹鲁健的拳头打在谁身上谁知道痛。英国的奥戈勒斯是在泰国比赛里面他挺强悍的，这个打腿动作。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。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.88米的，非常的高大，所以说奥戈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。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，而且速度也是过人。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，又有速度又有力量。曹鲁健这有聪明的，对，加强要腿法的进攻，要上头，因为你身高1.88米，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头动作。这场比赛曹鲁健可以说在身形方面还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尽了优势。这个开局很好，这毕竟是曹鲁健第一次来昆仑决打比赛。对，我特别喜欢。我看这个上勾拳，对，同样有风险的，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，打出一拳就可能吃不消。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戈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。还知道反击的奥戈勒斯并没有被打惨，看来实力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不过曹鲁健可不会给奥戈勒斯反击的机会，拿着拳头就开始肆意狂砸奥戈勒斯肋骨。浪费体能的呀，曹鲁健。对，你看，右手上勾拳，你看没有？又打一个上勾拳。这倒计时还有10秒。对，双方能否有非常漂亮，有点可惜了。但是刚才这个奥戈勒斯打出了一个反击的这个上勾拳，是的，险些给他打倒。因为我们看到曹鲁健他的发力是把全身的力量全用了，你看这同志动作特别明显。这种无氧式的发力呢，确实大家看到这是上勾拳的反击，右手的上勾拳的反击打得很精准啊。刚才那个是发挥的拳法这个打击力度，但是他有意加强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一直都在实施拳法进攻的曹鲁健瞬间更改了战术打法，连续的腿法进攻打得奥戈勒斯节节败退，奥戈勒斯也随之更改了战术，结果曹鲁健的拳法直接迎面而来，刹那间打得奥戈勒斯手忙脚乱，不知道该如何实施战术。奥戈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，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，最终曹鲁健没有选择腿法进攻，也没有选择拳法进攻，而是选择了拳脚进攻。
先是打完拳法，再去实施腿法进攻，三拳两腿打得奥格勒斯嗷嗷乱叫，这几脚还不足以让奥格勒斯站不起来，加上前面的拳脚进攻就足以让奥格勒斯受挫。对，该走才有他还能站起来吗？都很难支撑腿，这支撑腿站不起来。还能站起来吗？我不想放弃比赛，放弃比赛了，放弃比赛，放弃。他居然站起来就这样看，完全停止了，你不得了这个选手。这是充分反映了一个，我们就叫一个杀手气质。一旦最终奥格勒斯的毛细血管被踢断，裁判不得已才终止比赛。这次胜利不仅打了英国拳坛的脸，还打了美国拳坛的脸。毛细血管被踢断的奥格勒斯看来要在医院住上3个月了。这个奥格勒斯还不算是最惨的，接下来这位选手才是曹鲁健打得最惨的那一个，他就是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。33岁的他依然是处于巅峰，能打17、78胜30负的战绩足以证明，丹尼尔是一位敢打敢拼的一位拳坛老将。拼打型选手自古以来都是拳拳到肉，不留余地，可偏偏遇到了曹鲁健这个狠人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是如何暴打丹尼尔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回合一开始，丹尼尔就对曹鲁健展开了猛攻，连续的组合拳法慢慢逼近曹鲁健内围。然而曹鲁健也在拿着犀利的拳法进行对抗，一来二去暂时分不出一个高低。来自新西兰的选手，年龄33岁，身高1米85，体重是85公斤。这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。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，年龄27岁，身高1米88，体重也是85公斤。现在打得非常耐心，而且呢，他那个视野啊和思路也比较的清晰。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。虽然对方啊，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，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，他在比赛中呢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，稳扎稳打。没有错。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，所以他现在首先要保证这立于不败，不出现什么明显的纰漏。果然，第2局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·杰梅，不停地找到曹鲁健的破绽。寻找到机会的曹鲁健直接重拳出击，摇摇欲坠的丹尼尔还在顽强抵抗，看来还是曹鲁健打得太轻了，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曹鲁健击倒的命运。要为他读秒，再读秒，能否 KO 对手呢？那对方能不能够保持？因为现在只有2分钟啊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确实是非常难煎熬的这一关。现在没别的，就是狂轰乱炸，乘胜追击。对方也非常聪明，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。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不管怎么讲吧，这个重击啊，谁难受谁知道。对，打在谁身上谁疼。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，它是连续重击，所以呢，我想的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。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。我们看得到的第2被暴揍的丹尼尔还在顽强对抗，看来还是不服输。不管是拼打型选手，还是慢节奏选手，还是快节奏选手，在曹鲁健面前通通不好使。处于被动的丹尼尔只能利用消极搂抱来缓解。打游击战，拉开，对，拉开距离，拉开这个角度。就像您说的，还是不能轻视对手。这个技战术方面呢，最终丹尼尔还是被放倒在了地上。裁判在读秒的同时，丹尼尔还在给裁判诉苦。看来曹鲁健的打法确实深深折服了丹尼尔。曹鲁健。好的，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。本场比赛第2局1分35秒，红方 TKO 获胜。曹鲁健凭借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，成功取得了2连胜。大家感觉曹鲁健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曹鲁健的硬气。